4名好友进入沙漠中的一个水下洞穴探险，结果在返回水面时，却发现少了一人。于是他们又立刻潜入洞内寻找，但没想到回来时又少了一个。大家新年好，今天咱们来看一起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——美国魔鬼洞事件。在美国有名的51区西侧，是一块面积达 1.4万平方公里的美国死亡谷国家公园。公园的最东侧有一片沙漠，叫阿马葛萨沙漠，而我们本期故事的发生地魔鬼洞就隐藏在这个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内。它位于内华达州，与拉斯维加斯的直线距离约90公里，开车过去的话只需1个半小时。从地图上可以看出，魔鬼洞入口的四周已经被围栏圈了起来，但向内留了一条观景台供游人参观。在观景台上就可以看到魔鬼洞的入口，洞口在地面以下2米多的位置。从外表看，它只是一条长22米、宽3.5米的狭长水潭，水中还放了一些检测装置。之所以要圈起来，不是要收费，而是为了保护里面的一种濒危物种，叫魔鬼洞江鱼。这种鱼身长只有2.5厘米，呈金属蓝色，有着彩虹般的眼睛。魔鬼洞江鱼被认为是地球上最稀有的鱼类之一。截止2022年4月，魔鬼洞江鱼的数量也才仅175条。因为这种鱼太过稀少，所以1952年杜鲁门就将魔鬼洞也纳入了死亡谷国家公园内，并在那时设立围栏保护它们。但人们对这里感兴趣的真正原因却不是这种小鱼，而是隐藏在池塘下方的巨大洞穴。1964年5月，潜水员基姆·霍茨和他的团队被允许进入该洞探索。在经历了数十次下潜后，他们逐渐摸清了该洞的结构。从入口到10米以上的区域是魔鬼洞江鱼的主要栖息地，再往下是一段被称为主室的宽阔通道，主室左侧充满着子通道和许多独立空间。这个区域的底部，也就是水下30到50米处，呈现一个漏斗状态，同时这里也是一个岔路口。往右是一个斜向上的通道，顺着它一路上浮会进入一个气穴空间，被称为布朗室。那里的水面与洞口水面持平，所以这个气穴应该不是密闭的，而是有不少细小通道连着外界，否则水面不会跟洞口的持平。而布朗室的右侧是一条垂直向下的通道，然后通道又会出现分叉，并与洞穴的其他地方形成回路，它们都通往下方的一个巨大空间，被称为阿克里峡谷。那是一个长约150米、宽30米、高约50米的大型空间。这个空间的3维形状就类似于充满水的老式热水袋。峡谷底部又是一个类似沙漏的结构，那里很可能连着地下河。吉姆称这个通道为水之眼，而通道下方的区域叫无限空间，看起来跟广西多安的9吨天窗有点类似。但受当时潜水技术的限制，吉姆只下潜到了100米左右，对于阿克里峡谷的形状也只是给出了大致推测，至于洞穴深处是什么样的，没人知道。这个发现被媒体报道后立刻引起轰动，再加上吉姆对洞内美景的描述，使得许多潜水爱好者对这里心驰神往，其中就包括19岁的保罗·詹孔蒂耶里，他是内华达核试验场附近的一名餐厅服务员。保罗并不是职业潜水员，潜水经验还处于入门级水平，洞潜经验更是少得可怜。可当他看到吉姆对魔鬼洞美景的描述后，却忍不住了，于是他决定叫上3名好友一起去体验一番。这3人分别是大卫与奥尔特兄弟，其中的大卫几个月前才刚刚成为他的姐夫，跟保罗差不多。这3人的洞潜经验也几乎为0，但年轻人就是天不怕地不怕，4人一拍即合。1965年6月19日晚上，4人开着车，带着装备和他们的勇气就出发了。他们为啥非要晚上去呢？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为了保护濒危物种，当时的魔鬼洞就已经被装了围栏，所以4人才选择晚上偷偷去，那时没啥人会注意他们。到达魔鬼洞附近后，几人停好车，在围栏上找到一个漏洞就钻了过去。但临下去时，奥尔特兄弟中的哥哥却退缩了。为了方便区分，我们后面就称哥哥为大奥尔特，弟弟为小奥尔特了。最后大奥尔特留在洞口放哨，另外3人潜入了水中。他们在江鱼的栖息地放置了一组减压气瓶，随后3人一路向下。他们很快来到了阿克里峡谷入口，看到下方空旷黑暗的空间以及身边各种形态的方解石，几人兴奋不已。3人一边欣赏着洞内景色，一边缓慢的移动。就这样，不知不觉间，他们竟下潜到了90米左右。这个深度就算今天对于大部分洞穴潜水员来说都还困难，而这仨用的还是业余潜水装备。过了一会儿，小阿尔特发现自己的气体已经不多，于是就示意2人该上去了。之后他们就顺着绳子开始升水，但回到减压点时，小阿尔特与大卫发现保罗竟然没在身后跟着。他们等了一会儿，保罗还是没有出现，2人连减压程序都没做完就赶快浮出水面。换上新的气瓶后，他们又立刻下去寻找，但下潜途中他们始终没有碰见保罗。就这样，2人又进入了阿克里峡谷，下方依旧是一片漆黑，没有任何灯光出现。大卫开始往左侧区域搜寻，可望着四周漆黑的空间，小阿尔特突然感到无比恐惧。
再加上他的气体可能已经不够减压，于是他也没有跟大卫打招呼，就开始独自顺着绳子往回游。当他回到减压点后，才慢慢恢复平静。可他突然发现大卫好像没有跟着上来，直到他完成减压，大卫也没有出现。出去后，他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哥哥，兄弟俩谁也不敢下去了。他们立刻驾车返回拉斯维加斯求救。警方接到消息后也没办法，他们只得向探索过这里的基姆霍兹求助。20号凌晨，基姆和他的同伴赶到魔鬼洞，他们决定分为3组下去寻找。基姆与另一人作为第一组先下去，路线跟保罗3人的下潜路线一致。可除了在30米处发现了一个手电筒外，两人一无所获。之后，第2组接替吉姆进入水中，他们要搜索的是20到50米之间的左侧区域，因为据小奥尔特说，他第2次上来时，大卫正在往那个方向游。第2组的潜水员确实在这里有了发现，一个面罩和一根通气管，应该就是大卫的。可他们搜完了所有通道和独立空间，也没有发现大卫。返回水面后，众人开始分析，保罗和大卫会不会在返回时误入了右边的布朗士呢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他们到达气穴空间后还能活下来。于是第3组潜水员准备到布朗士看看，这一趟是整个搜索行动中最麻烦、最危险的一次。他们必须先下到漏斗处，然后进入前往布朗士的通道。因为是一路上升，所以在进入布朗士前，他们还得先进行一次减压。等搜完气穴空间后，再从另一端垂直下降，然后顺着连接通道返回漏斗处，接着开始上浮，再进行第2次减压。但这次搜寻也是一无所获。这时他们怀疑两人会不会落向了洞穴深处，于是第1组的基姆和同伴再次潜入水中。他们在水下100米的区域又找了一会儿，但还是没有找到。因为不知道洞穴底部能不能下去，基姆就和同伴将一根绑着重物的绳子朝水之眼通道扔了下去。结果284米的绳子直到放完也没有碰到洞底，这意味着魔鬼洞的深度至少在380米以上。如果两人真落到了洞穴底部，以当时的技术根本没法搜寻，两人只得放弃寻找，返回水面。在外面等待的家属得知消息后痛哭不止。大家看到的画面就是那天媒体拍的，左边2个是大奥尔特在安慰大卫的母亲罗斯，右边2个是大卫的母亲罗斯与大卫的妻子宝拉。宝拉在1天内同时失去了丈夫和弟弟。1991年，美国地质调查局的3名潜水员潜到了水下133米，可后来他们发现自己进入的不是水之眼通道，也不是无限空间，而是一条新的向下的狭窄通道，那里同样看不到洞穴底部。这意味着魔鬼洞的结构或许比已知的更为复杂，但出于保护魔鬼洞江鱼的考虑，官方此后没再允许做进一步研究了。因为相对于知道它的深度而言，保护魔鬼洞江鱼才更为重要。不过现在他们已经在洞外成功培养出这种濒危物种了，相信随着它们的数量逐渐增多，魔鬼洞的科研探索也一定会再次开启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也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